刚把花买回家，不管是几百块的高档货，还是路边随手买的小盆栽，千万别做那个让你后悔的动作，就是回家立马换盆。很多人看到漂亮的陶瓷盆、水泥盆，觉得原来的塑料育苗盆太丑，配不上这朵花，哪怕花还在开着，都要动手给它搬个家。我不客气的讲，你这不是在爱它，你这是在给它下病危通知书。为什么你买回家的花在花店里精神抖擞，到了你家不出3天就打蔫，1周就开始黄叶，半个月不到就只剩个空盆？原因就在这儿。今天我就把这里面的门道揉碎了讲给你听，只要你忍住不换盆，多做这一步，不管你买的是什么娇气的品种，都能稳稳当当度过适应期，长得比在花棚里还要好。你家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？可能是在高楼层，风很大，空气很干燥，可能是光照不足，只有散射光，或者是冷气房里温度忽高忽低。这一路上的运输颠簸，本来就已经让植物的根系受了惊吓，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，它的生物钟、呼吸系统、蒸腾作用全部都要重新调整。这个时候它是最脆弱、最敏感、抵抗力最低的时候。如果这时候你再给它换盆，必定会伤到根系。哪怕你手法再温柔，原来的土坨和新加的土之间，物理性质肯定不一样，根系需要去适应新的土壤环境，这又是一重压力。环境突变、运输损伤、换盆伤根，这3重压力加在一起，你觉得这盆花还能活吗？它不死都难。所以刚买回来的花，第一件事绝对不是换盆，而是要给它一个缓冲期，我们行话叫缓苗。这个缓苗怎么缓？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，不是让你把它往阳台上一扔就不管了。很多人理解的缓苗就是不理它，结果放了几天花干死了。还有人理解的缓苗是赶紧给它补一补，又是浇水又是施肥，结果花烂根死了。真正的缓苗是要模拟一个过渡环境，让植物慢慢接受现实。你要做的第一步是检查。把花买回家，先别急着摆在你预想的那个装饰位置，先把它放在一个光线明亮，但是没有直射阳光的地方，通风一定要好，但是不能是风口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大部分花卉在大棚里虽然光照好，但是都有遮阳网，它们习惯了那种柔和的强光。你如果直接拿到南阳台暴晒，叶片里的水分蒸发速度会瞬间超过根系的吸水速度，因为根系还没适应新环境，工作效率低，供不应求，叶片马上就会失水萎蔫。如果你放到阴暗的角落，它又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，只能消耗体内的存货，几天下来就黄叶掉眼。所以明亮的散射光是最好的过渡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也是很多人管不住手的一步，那就是浇水。刚买回来的花到底要不要浇水？这不能一概而论，要看盆土的情况。你在花店或者大棚买的时候，通常老板为了保持花的状态，水都会浇得很足。你摸一下图表，如果是湿的，甚至拎起来感觉沉甸甸的，千万别再浇水了。植物在适应新环境的时候，新陈代谢会减慢，就像人到了高原会有高原反应一样，它不想吃喝。这时候如果盆土太湿，根系呼吸不畅，加上环境变化带来的应激反应，根系很容易就开始腐烂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，我明明对它很好，天天浇水，怎么还是死了？就是被你淹死的。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要等到盆土表面发白了，摸下去2-3公分都干了，或者你把花盆拿起来掂量一下，感觉明显变轻了，这时候再浇水。而且第一次浇水不要浇透，稍微给一点，润一下土就行，让它的根系感觉到水的存在，刺激它去寻找水源，慢慢恢复活性。等到它叶片挺立，开始有精神了，或者有新叶子冒头了，说明它已经缓过来了，这时候再恢复正常的干透浇透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买回来的花本身土就是干的，甚至叶子有点发软，这时候能不能大水漫灌？也不能，因为长途运输或者在花店摆放太久，根系可能已经有部分干枯受损了，这时候猛地浇大水，受损的根系吸不收，水积在盆里，健康的根系也会跟着倒霉。这时候你要用浸盆法，找个脸盆装点水，
把花盆放进去，让水从底孔慢慢吸上来，吸到土表湿润就拿出来，放在通风好的地方，这样水分分布均匀，不会对根系造成冲击。这一步做好了，你的花就保住了一半的命。在缓苗的这段时间，通常是1周到2周，有一个雷区是绝对不能踩的，那就是施肥。不管商家送了你什么生根粉、营养液、缓释肥，统统扔到一边去，现在不是用的时候。植物这时候是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期间，它的消化系统几乎是停滞的。你这时候给它施肥，不管多稀薄的肥，对它来说都是毒药。根系吸收不了，肥料堆积在土壤里，浓度一高就会烧根。本来还能苟延残喘的根系，被肥料一烧，彻底坏死，叶子就会出现那种焦边卷曲的现象，神仙难救。记住一句话，不见新叶不施肥。只有当你看到植物开始长出新的叶片，或者原来的嫩叶明显长大了，说明它的根系已经恢复工作，开始干活吃饭了，这时候才能开始给一点点薄肥，而且浓度要比说明书上还要低1半，循序渐进。除了水肥光照，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容易忽略，就是修剪。刚买回来的花，为了卖相好，通常都保留了很多花苞和叶子，但是到了你家，环境变了，根系供氧能力下降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根系养不起。这时候你就要狠心一点，做一个减法，把那些底部的黄叶、枯枝、过密的枝条通通剪掉。如果花苞太多，甚至可以摘掉一部分花苞，别舍不得，这叫丢车保帅。减少养分的消耗，减轻根系的负担，让植物集中精力去适应环境，去修复根系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根养好了，以后花有你开的。特别是像栀子花、茉莉花这种开花很香但也很难养的植物，买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疏垒，把那个大花苞留下，小的弱的全部摘掉，这样既能保证留下的花开得好，又能保住植株的小命。这7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植物的鬼门关，你只要控制住手，不换盆，不乱浇水，不施肥，适当遮阴，适当修剪，基本上90%的花都能活下来。很多人会问，那原来的塑料盆太丑了怎么办？原来的土太差了怎么办？很多大棚用的土都是那种椰糠或者是胶泥土，透气性不好，或者是保水性太强，在家里养确实不合适。我不反对换盆，但是要看时机，什么时候能换？就是等到植物完全适应了你家的环境，开始生长了，根系从底孔里钻出来了，这时候你再换。而且换盆也有讲究，不是让你把原来的土全部抖干净，洗根换盆那是大忌。除非你原来的土里有虫子或者烂根了，否则最好的换盆方法是假植。什么叫假植？就是把植物从原来的软皮盆里拖出来，尽量不要弄散土坨，直接放进你准备好的新花盆里，然后在周围填充新土。新花盆不要太大，比原来的土坨大1圈就行。如果盆太大，土多根少，浇水后长期不干，容易闷根。新填的土最好和原来的土性质接近，比如原来是椰糠土，你新土里也加点椰糠；原来是原土，你就加点原土。这样根系生长过去的时候没有隔阂感，能无缝衔接。如果你原来的土是硬邦邦的黄泥，你新加的是疏松的营养土，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叫夹心饼干。浇水的时候，水顺着疏松的新土流走了，里面的黄泥坨却还是干的，或者是外面的新土干了，里面的黄泥坨还积着水，这样根系要么干死，要么涝死。所以如果是这种土质差别特别大的情况，你也不能急着洗根。你可以在缓苗成功后，每次浇水的时候，稍微用小耙子松一下表面的土，慢慢剔除一部分旧土，一点一点置换，给根系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土，很多人养花养死，不是死在没浇水，而是死在土不行。你在路边挖的那种黄泥土，或者楼下花坛里看起来黑黑的土，我劝你千万别直接拿来种盆栽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栽和盆栽是两码事。地栽的时候，土地是连成一片的，水能渗透到地下深处，蚯蚓蚂蚁会帮你松土。
但是一旦你把土装进这个小小的花盆里，这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环境。那种粘性大的原土，浇水之后就像水泥一样糊住了，干了之后又像石头一样硬，根系在里面几乎吸不到氧气，也扎不下去。特别是台湾这边，气候湿热，空气湿度大，如果土不透气，水浇下去半个月都干不了，根系泡在那个闷热潮湿的泥巴里，就像人的脚天天泡在水里一样，不烂才怪。所以给盆栽配土，核心就2个字：透气。你要像大厨做菜一样去配这个土。现在的养花高手很少用单一的土，都是用混合介质。我自己常用的一个万能公式，今天免费分享给大家，不管是观叶植物还是大部分开花植物都能通用。你就记住333原则。第一份是保水的，比如泥炭土或者是经过脱盐处理的椰糠，这东西松软能吸水，给根系提供一个温润的床。第二份是透气的，必须要加颗粒物，比如珍珠石、蛭石、发泡炼石或者是粗砂，这些颗粒混在土里，就像给土壤里搭建了无数个通风管道，让水能流走，让空气能进来。第三份就是营养，你可以加一点腐熟好的羊粪蛋或者是蚯蚓粪，这叫底肥，保证植物后面半年的生长有饭吃。把这3样东西搅拌均匀，握在手里能成团，轻轻一按就散开，这就是最好的土。对于台湾的这种气候，如果你养的是多肉或者兰花这类特别怕涝的植物，你还要把颗粒土的比例再往上提，甚至可以用到7成颗粒，3成泥炭。别担心土太少存不住水，我们要的就是它干湿循环快。水浇下去3秒钟就从底孔流出来，只保留润气，不留积水，这才是根系最喜欢的环境。大家去花市买土的时候，千万别贪便宜买那种几块钱一大包的所谓通用营养土，那种很多都是城市垃圾或者是蘑菇渣发酵的，还没完全腐熟，拿回家一浇水，容易烧根，还容易生小黑飞。要买就买正规包装的泥炭土和颗粒土，自己回来配，干净又卫生。土配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换盆的手法。很多人换盆喜欢把原来的土全部抖掉，甚至还要拿去水龙头下冲洗，把根洗得白白净净，觉得这样干净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大错特错。除非你的花是生病了，根烂了，或者原来的土里全是虫卵，否则千万别洗根。根系上附着的那些绒毛叫根毛，是吸收水分养分的主力军，肉眼甚至都看不见。你这一洗，根毛全断了，植物就等于被拔了胃管，恢复起来极慢。最稳妥的换盆方法还是我之前提到的，带着土坨换。我们要提前几天停止浇水，让盆土稍微干一点，这样土坨容易完整脱出来。脱出来以后，你可以观察一下根系，如果根系已经盘成了像方便面一样的圈，把土都吃光了，你可以轻轻的把底部的根系抓松一点，把那些老化的干枯的死根剪掉，把最外层那一圈纠缠在一起的根稍微打散，这样有利于它在新土里向外伸展。如果根系还不是很满，土也没坏，那就直接原封不动的放进新盆里。新花盆的大小也有讲究，千万别想着一步到位，买个大缸种棵小苗，那是小脚穿大鞋，土多根少，水分散发不出去，必死无疑。新盆只需要比原来的盆大1号，直径大个3-5公分就足够了。我们在新盆的底部先铺一层发泡炼石或者是大块的石头，这叫沥水层，防止底孔被土堵住。然后铺上一层我们配好的土，把植物放进去，调整好高度，一定要保证植物的根颈部位，也就是根和茎连接的地方，不能埋得太深，也不能漏得太高，要和盆沿留出2-3公分的浇水空间。然后慢慢往周围填土，填的时候别用手死命按，要用手拍打花盆壁，或者是把花盆提起来，在地上轻轻震几下，让土自然下沉，填满根系的缝隙。换好盆之后，这还没完，一定要浇一次透水，叫定根水。这时候可以在水里加一点点生根剂或者是多菌灵，既能促进生根，又能杀菌。浇水要浇到水从底孔哗哗流出来为止。这第一水非常重要，它能让新土和根系紧密结合，排除多余的空隙。
如果你不浇透，中间有空洞，叫半结水或者空根，根系悬空在那里，吸不到水，很快就会干枯。换完盆之后，这盆花其实又进入了一个小的缓苗期。虽然没有刚买回来时那么脆弱，但也不要马上暴晒，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养护1周左右，等发现它开始长新叶子了，就可以正常晒太阳，正常施肥了。现在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沉重但又必须面对的话题，如果我不小心手贱，已经把花折腾坏了，或者换盆后花开始疯狂掉叶子，杆子发黑，还有救吗？这就是植物的急救法。首先，你要判断它是缺水还是烂根。如果叶子干枯脆裂，那是缺水，可能是你换盆后没浇透，或者是根系受损吸不上水。如果叶子发黄、发软，甚至有点透明化，杆子捏起来软软的，甚至有霉味，那就是烂根了。如果是烂根，必须要动手术，把花托土拔出来，用水冲干净根系，准备一把消毒过的剪刀，把所有发黑、腐烂、空心的根全部剪掉，一定要剪到切口是白色的新鲜组织为止。别心疼，烂根留着就是感染源。剪完之后，把根部泡在多菌灵或者高锰酸钾溶液里半个小时杀菌。然后重点来了，既然根剪掉了大半，上面的叶子也要跟着剪，把大部分叶子都剪掉，只保留顶端的1-2片叶子。甚至如果是木本植物，可以把叶子全剪了，只留光杆。为什么要这么狠？因为根没了，供不起水分，留着叶子就是在消耗仅存的生命力。剪完之后，把植物种在纯的蛭石或者是干净的河沙里，甚至是纯水台里。这些介质干净、无菌、透气、保水，是最好的发根温床。种好后放在阴凉通风处，保持介质微湿，等待奇迹。只要杆子还是绿的，就有发新根的希望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植物虽然没烂根，但是换盆后一直蔫头耷脑，精神不振，叶子总是挂不住水。这时候可以用套袋法，找一个透明的大塑料袋，把整个花盆连植物一起罩起来，在袋子上扎几个小孔透气。这就在家里人工制造了一个高湿度的微型温室。在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下，叶片的水分蒸发会几乎停止，植物的压力会瞬间减小，它不需要拼命用根去吸水，也能维持叶片挺立，这样能给根系争取到宝贵的修复时间。每天打开袋子透透气，观察一下，等到叶子硬挺了，再慢慢把袋子的孔开大，最后去掉袋子。这个方法对于抢救刚换盆的绣球、月季、栀子花特别管用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聊聊养花的长期维护心态。很多花友养花，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，花开了高兴的不得了，花谢了或者黄叶了就焦虑的不行。其实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，黄叶也是新陈代谢的一部分。底部的老叶子黄了，那是它把营养回流给了新叶子，是光荣退休，剪掉就是了，不用大惊小怪。你要学会观察植物的语言，比如叶片颜色变淡了，可能是缺肥了；叶片图长，节间距拉得很长，那是缺光了，再像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找太阳。叶间干枯，那是空气太干了，叶片上有焦斑，可能是肥伤或者晒伤。植物不会说话，但它会通过形态告诉你它过得好不好。在台湾这种环境下，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，就是病虫害的预防。高温高湿是真菌和虫子的天堂，不要等到满树都是虫子了才去喷药，那时候往往已经晚了。我们要养成定期喷洒预防性药物的习惯，或者是物理预防，比如每半个月喷一次苦楝油，或者用辣椒水擦擦叶子，或者在土里埋一点小白药，这叫治胃病。特别是春天梅雨季节来临之前，杀菌工作一定要做，多菌灵、百菌清轮流喷，防止黑斑病和白粉病爆发。